没有一丝肉的葱花大饼居然卖到了35元。顾客不仅不嫌贵，一经出锅就会被一抢而空，甚至10里外的老头每天都会徒步过来买一份。这是台湾街头一家纯手工葱花大饼店，老板是位地道的河南人，做出来的葱花大饼特别受欢迎，每天都会卖出1000多份的销量。凌晨5点就可以看到老板忙碌的身影，不停穿梭于3平的厨房里，开始清洗小葱，随后用机械将这些小葱切成均等的葱花。这样的葱花每天都要消耗200斤。老板家的葱花大饼之所以受欢迎，与它用量十足的葱花是分不开的。而提前发酵好的老面更是葱饼好吃的关键，加上全程纯手工制作，简直好吃不得了。老板还会将面团切割成5斤重的小面团，恰到好处的重量，既可以保证出餐速度，还能让饼子吃起来口感酥脆喷香。接下来面团的擀制也大有学问，手法和力度都要兼顾到，这样才能保证葱饼好吃。还不是劲道，擀好后的面饼撒上适量的香油，并用手涂抹均匀，便可以放入增香的胡椒粉。这时葱花里来上2勺细盐，用香油进行调味，将其搅拌均匀即可。接下来重头戏来了，把所有的葱花都平铺到面饼上。别人家恨不得不用葱花，而老板每张饼足足用了1盆葱花，隔着老远都能闻到一股浓郁的葱香。吃过的顾客都被货真价实的用料俘获。老板还会继续放入香油以及增香调味的胡椒粉，葱花也不手软的继续放。接着老板会开始对面团进行封边，确保露出来的葱花都被包裹住。此时便可以用擀面杖将面团再次擀成面饼，直至厚薄均匀的1厘米面饼出现在眼前，就能放到烙饼机里，撒上1层芝麻，不仅起着点缀好看，还能让葱饼吃起来特别香。期间还要进行翻面，以免煎糊了不好吃。这道美味诱人的葱花大饼算是做好了，色泽焦黄，十分诱人，表面金黄酥脆，一咬嘎嘣脆。贴心的老板为了方便售卖，还会分成12等份。别看小小的一块，居然可以卖到35元，外酥里嫩的口感，却让这家葱花大饼越卖越好。小伙伴们，这道葱花大饼你喜欢吗？只要花费3万元，你就可以买到这家糖果。不要以为实现了糖果自由，只不过才150克小瓶装，这样的小分量恐怕都不够给你塞牙缝的。可更让你想不到的是，每天都会有大批顾客前来购买，丝毫不担心它的价格。即使当天老板准备了1000多瓶，但还是供不应求。原来这是韩国一家糖果店，老板凭借纯手工制作，迅速在当地站稳了脚跟。每天店里都会推出一款新品，老板会将白砂糖倒入锅中，看似简单，比例的调配丝毫不能差。熬煮沸腾后，还要往里加入糖浆，恰到好处的分量，才能保证做出来的糖果香甜。随后边搅拌边加热，直至糖浆咕咕冒泡，即可将其倒入模具里。糖浆宛如瀑布顺流而下，看起来非常解压。接下来重头戏来了，各种色素会纷纷登场。先是将红色的色素搅拌均匀，接着就是黑色的，高温的糖浆很快与其完全融合在一起。想要什么样的图案，就按照相应的色素进行调制。今天正好需要4种颜色，一切准备妥当，就可以用刀将不同颜色的区域分别切开，然后迅速将这些糖浆收拢到一起，反复揉搓几遍，直至颜色变得均匀好看。想要糖果吃起来口感酥脆，还需放到搅拌机上进行拉伸。经过多次的操作，就可以将这些糖浆按照相等的大小剪开，再挤压成薄片，便可以包裹住一个白色圆柱体糖浆。随后就是各种拼接，看似杂乱无章，但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差，只要稍有疏忽，就会前功尽弃。一定要在糖浆没有凝固前完成所有的工序。随着外层裹上一层蓝色的外衣，糖果的图案也做好了。大家猜猜它到底是什么图案？接着将大糖块扯成长条状，直至捏成绳子粗细，便可以用刀断开。1米长的糖果就出现在眼前。想要顾客吃到它，还需对其进行下一步处理，切成均匀的小块。这道手工糖果就做好了。没想到之前毫无章法的乱拼，结果却做成了小老头的图案。除此之外，店里的图案更是多种多样，就连笑脸都有。同样的操作，只不过所用到的色素以及拼接手法有差异，但它们都是3万元一瓶，你可以单选也能混搭。这样的糖果谁会不爱？重达40公斤的大牛腿摆在眼前，15分钟内吃完，你敢相信吗？大牛腿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，能让身价1000亿的他如此不顾脸面的狼吞虎咽？原来大牛腿的来历非同一般。先是请来一位挖掘机师傅，挖个3米深的大坑，2万元可不白花。司机工作非常认真，很快坑就挖好了，将拴有铁钩的大牛腿挂到挖掘机上面，接着清理干净牛腿上多余的脂肪，哪怕一丝都不要留下，以免影响口感。随后将牛腿肌肉均匀割开，牛腿上相隔10公分就来一刀，伸至骨棒即可。再将细盐均匀涂抹在牛腿上，尤其是里面不易被发现的地方。调味用的胡椒粉和辣椒粉也不可少，大蒜再来几个，然后拿来整瓶食用油，全部从牛腿顶部倒下，食用油顺流而下，迅速揉搓均匀即可。接着牛腿裹上羊皮纸和锡纸腌制半小时。此时将土坑中柴火点燃，很快燃起了熊熊大火，四周被烤着通红，温度更是达到了400度高温。这时取来泥土，
在炽热的火炭上铺盖薄薄一层，接着放进一个半米宽的大盆，然后开始向盆中倒入5斤的山泉水。不仅可以防止烤焦牛腿，还能起到蒸烤的作用。这时可以将牛腿悬空放进坑中，盖上盖子，用泥土密封住。转眼过去6小时，烤制的牛腿早已迫不及待想出锅了。小心地取出牛腿，割开锡纸，热气腾腾的香气扑面而来。焦黄油亮饱满的牛肉隔着屏幕都想吃一口，微辣中带有鲜香的味道，百吃不厌，软烂入味，让人早已停不下来。只有抓起大牛腿疯狂啃起来，才能表达出满满的幸福感。小伙伴们，这样的大牛腿你能吃完吗？看似简单的葱油饼，却被这家店老板做到了天花板。别人都是面裹葱花，他却反其道行之，恨不得葱花裹面。老板满满的诚意，自然俘获了广大饕客的心。每天摊位前都会有大量的顾客排队。这家葱油饼店位于我国台湾街头，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叫葱海。起初并不叫这个名，但许多好事者茶余饭后以葱海为乐，老板也觉着不错，就采用了这个店名。每天凌晨8点，老板起床营业，先是准备好备用的食材，接着将发酵好的面团铺平整个铁板，然后在展开的面粉上均匀涂抹胡椒粉。这一步很重要，他决定的油饼口感好坏。随后倒入大量葱花，将其摊平，同时要保持厚度一致。老板20年经验，即使闭上一只眼也能轻松完成。接着葱花上撒入一层面粉，然后将面团裹着葱花一点点卷起来。这个过程非常考验手法，并不是随意的卷起来，要掌握好面饼厚度，薄了露馅，厚了则影响口味。卷好后还需要将面团均匀拉长。不过怎么看起来像是许仙的老婆？这时将长面团揪成拳头大的均匀小面团。不久，所有的面团被分成了小份，接着开始擀制面饼。葱花在擀面杖控制下要均匀分布在饼中。起锅热油，放入葱饼，煎烤中的面饼随着油温提升，每一处都散发出香葱的香味，瞬间让来往行人不由自主停下脚步，想要吃上一口。葱饼小火煎至两面金黄，你以为这就完事了吗？老板还会倒入鸡蛋液，然后再铺上面饼，随着鸡蛋液也被煎成金黄即可出锅。将自制的酱料涂在饼里，备用的卤猪肉均匀铺在煎饼上，放上大葱和黄瓜卷起来，一份美味的葱油饼制作完成了。口味也是多种多样，还可以选择纯蔬菜味，卷心菜豆芽，再点缀上沙拉，然后将其卷起，切成一个个小份，酥脆鲜香不腻，实惠中不失美味。小伙伴们，这样的葱油饼你会吃吗？你以为这是在制作首尔烤鸭，其实不是，因为它是北京烤鸭。来到韩国你会惊讶地发现，明明只有几平的小摊，摊前却总是围满食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免费送鸡蛋，可走近一看才知道是烤鸭。而这家小摊更是将其做到了天花板，只因老板曾在我国留学，更是花费10年时间学习，才掌握了这道美味的做法。相比于其他店主整天都在出摊，老板每天只营业8个小时，看似不怎么盈利，当天的收入都会超过300万。而秘制酱料的调配是店里的不传之秘，只有老板自己才知道。虽说大葱是配菜，可一点也不能马虎，不仅只选取葱白，还要切成薄薄的条状，才能算是达标。而黄瓜的要求更加严格，需要用刀一点点片出瓜皮。本以为瓜肉是主角，谁知被切成条的皮才是搭配烤鸭吃的良配。别看食材非常简单，竟要花费2个小时才会完成。为了还原正宗的北京烤鸭口味，老板特意挑选了樱桃鸭，而且每一只的体重都在5斤。这样烤出来的鸭肉，肉质鲜美的同时，还皮薄酥脆，堪称佳品。在不破坏外形，对鸭子掏心掏肺，是北京烤鸭另一个特点。只有老师傅才能巧妙掌握这个技法。接下来重头戏来了，将秘制酱料塞进鸭肚子，并用手揉搓均匀，即可往里加入姜片、大葱和香菜。此时所有的配菜算是准备妥当了，只需用钢针封住肚子，就能牢牢锁住这些食材。接着采用特制的钢钩对其固定。看似简单，这一步却是烤鸭好坏的关键。只有正确的处理方式，才能保证烤鸭色香俱全。紧接着用水清洗一遍，干净的食材是留住顾客最真诚的手段。不同于传统的烤制方式，热水浇淋，瞬间使鸭皮膨胀起来，再淋上秘制的糖水，便完成了华丽转身，看起来非常诱人。随后放置通风处，晾制半个小时，使鸭肉上色成功。然后取下钢针，里面没有被吸收的酱汁就会流出来，直至流干净，便可以放入烤箱中烘烤。期间无需其他操作，待烤鸭表皮金黄，便是出炉的黄金时间。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，香飘几里，等待多时的顾客早已按耐不住了。不过好饭不怕晚，贴心的老板还会帮你把鸭肉肢解开来，尤其鸭皮会单独分开，不同的部分口感相差很大，只有慢慢品尝才是对它的尊重。你可以直接吃进嘴，而它的经典吃法是搭配着饼皮与葱丝一起吃，才算是真正的美味，一口一个，根本停不下来。除此之外，鸭肉炒饭也非常受欢迎，每天都会卖出300多份。如果不是鸭肉不够了，数量远远不止如此。这种独特的吃法简直让人大开眼界。看似简单的蛋炒饭，却被这家老板做出了星级酒店的口感。不仅如此，
别人家恨不得蛋炒饭里不放鸡蛋，他却放了20个鸡蛋才肯罢休，生怕顾客不知道他家做的是蛋炒饭。更加不可思议的是，每份蛋炒饭里都会放入鱿鱼和大虾。如果你以为老板会因此漫天要价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样的蛋炒饭只卖8元。这是泰国街头一家蛋炒饭摊位，别看小店不大，却有100年历史。到老板这一代已经传承了4代。想要蛋炒饭好吃，鸡蛋才是灵魂，鸡蛋一定要比米饭多才好吃，舍得投入才能炒出香气四溢的炒饭。待鸡蛋炒出蛋香，便是米饭入锅的黄金时间。所有大米都是采用软糯的长粒米，不仅颗粒饱满，还自带一种香气。众所周知，鸡蛋越多腥味越大，但老板却没有这方面的困扰。原因在于老板对火候的精准把控，随着翻炒，米饭与鸡蛋会完全融合到一起。接下来就是泰式蛋炒饭与众不同之处，老板会将炒好的米饭用勺子盛出来，放到盆中备用，只留下适量的米饭，然后放入西红柿和葱花，不仅可以丰富口感，还提升了其层次。随着鱿鱼须和大虾的加入，让原本普通的食材瞬间变得不再普通。接着开始新一轮的翻炒，随着勺子舞动，锅中的米饭与各种配菜不断的相互碰撞，同时也逐渐不分彼此融合到一起。待米饭粒粒分明，这道炒饭便做好了。千万不要以为这就完事了，还要起锅热油煎个鸡蛋，这可是泰式蛋炒饭的灵魂所在。此时这道蛋炒饭才算完成了。老板还提供了用老母鸡熬出来的汤头，不仅可以免费喝，还能无限续杯。这样既有蛋又有海鲜的蛋炒饭，只卖8元，你喜欢吗？